2026年1月24日，中国国防部发布了一条简短的讯息，在几分钟内就传遍了全球各大的新闻机构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外界习惯于将此解读为权力的内斗啊，但实际上，如果投射到即将到来的2027年的节点，我们就会发现这次落马逻辑截然不同啊。其实呢，这是一次解放台湾必要的准备，是为了统一思想、清除障碍而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引擎更换。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今天的视频呢，要剥离掉所有的政治八卦，而是从情报交叉验证、战争准备逻辑、俄乌战争教训以及特朗普回归后的地缘政治新格局这4个维度，深度复盘张又侠落马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他对台海局势的决定性影响。历史的转折呢，往往发生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时刻啊。关于张又侠落马的时间和经过，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草蛇灰线的线索进行还原。根据可能情报渠道交叉验证，核心变故发生在2026年1月19日，张又侠及其核心秘书团队被中央军委纪委人员控制。这一行动处于极为保密的状态，直到几日后呢，才有信息流露。1月20日，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4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这是一个极高规格的政治集结啊！依照惯例，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军委核心成员必须出席。然而，在央视新闻联播的特写镜头里，我们没有发现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也缺席了本次会议。如果在和平时期呢，高官缺席可能是因为外事访问或者身体抱恙嘛。但通过排除法，我们可以发现啊，当时其实没有什么军事外交活动的安排。如果因为健康原因，通常有内部通报流出来以稳定军心嘛。2名负责作战指挥的高级将领同时在重要的政治场合失踪，我们其实是可以察觉到他们出事了。直到1月24日，国防部正式发布公告，靴子就落地了。在海外舆论场呢，长期流行的一种习张体制的稳固论，很多的观察家认为张又侠是红二代在军界的最后堡垒了。他的父亲张宗逊与习主席的父亲习仲勋在战争年代是生死搭档，这种父辈的血盟关系，加上张又侠在军内深厚的资历，被认为是他在体制内最坚固的免死金牌。甚至有人认为习近平需要张来压制军队内的不满，两个人存在一种默契的平衡。然而呢，这种观点严重误读了战争预期这个极端变量对政治关系的塑造能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博弈中，盟友关系、派系平衡确实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面临备战这一压倒一切的最高任务时，传统的政治盟友关系不再是护身符了。当政治逻辑切换到战争逻辑时，一切都要为胜利而让路。张又侠的落马恰恰证明了最高统帅的棋盘上没有绝对的单输铁券。张又侠虽然是发小，虽然是亲信，但他更是一个庞大的旧官僚集团的代表。这个集团长期垄断了装备采购，把持晋升通道，在军内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在过去几年高层流出的急切的想统一的意图时，张又侠实际扮演了军内刹车片的角色。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顶层代表，一场战争对他而言意味着极高的风险和极低的个人收益，特别是涉及到腐败影响战斗力，甚至涉嫌泄露核心机密这种触犯底线的问题时，落马就成为了必然。这也表明，为了加速统一的进程，中央必须果断，对解放军内部的问题果断处理，来换取一支更纯粹、更听指挥、更能打胜仗的军队。那么，为什么要加速人民解放军内部的整训呢？这里有3个维度啊，我来为大家剖析一下这次行动的深层动机。第一呢，备战标准的根本性跃迁。长期以来，解放军内部也是有一点和平积弊啊。在没有战争预期的年代，军队呢就像一所职业学校，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大家即使有些贪腐呢，有些形式主义，上头也不在意。张又侠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啊，身上带着旧军队的种种习气，比如搞团团伙伙，在装备采购中利益均沾。当然，这些相比西海岸美军来说，简直就是婴儿水准了。然而，现在的目标变了，面对2027年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面对台海统一的紧迫时间表，解放军参加的是一场竞赛。在这种高强烈对抗的要求下，任何拖慢节奏的老规矩都变成了不可饶恕的罪孽。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啊，变成了我们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曾经被视为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暴露出惊人的后勤灾难啊，过期的野战口粮、劣质的防弹衣、被倒卖的燃油以及通讯系统落后啊。
我们的中央呢，通过观察俄乌战争意识到，一支被腐败掏空的军队，无论投入多少军费，最终都会被耗子偷走。更让他们警惕的是瓦格纳时刻。2023年6月瓦格纳兵变发生之后，仅仅1个月，中国火箭军领导违纪案随即爆发，这显示出高层对于军队失控以及贪将惜命的极度警惕。如果解放军内部也存在类似的腐败，那么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出现俄军类似的问题。因此，张永霞、李尚福、魏凤等人的落马，本质上是中央开战前进行的刮骨疗毒。他们必须保证每一颗导弹都能点火，每一滴燃油都能通过质量检测，将账面上的战斗力转化成真正的杀伤力。第三呢，情报系统的整合和泄密危机这其中导致张永霞落马的直接导火索，极有可能是严重的泄密事件。2022年10月，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的中国航天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长达255页的报告，详尽披露了中国火箭军组织结构、基地位置，甚至指挥官姓名和照片。这种情报颗粒度之细，令中央感到震惊。随后内部调查指向了火箭军的高层以及装备发展系统调查不仅涉及了经济腐败，更指向了核心技术数据的泄露，包括核武器设计的细节。这种级别的泄密直接就削弱了中国战略威慑的基石张永霞曾长期主管装备发展部，并分管火箭军。在他的治下呢，火箭军高层接连出事，甚至涉及将机密泄露给美国。作为直接领导，张永霞难辞其咎更严重的是，这种泄密表明，在所谓的忠诚之下，军队高层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这是中央和人民绝对无法容忍的背叛。随着张永霞、刘振烈以及此前何卫东、苗华等人的相继落马呢，中共中央军委的架构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重组这标志着军队进入了备战导向的新阶段。一批少壮派的将领开始扛起大旗了。我们看到天不真空的是一批成长于中国综合国力腾飞的70年后和80后将领，与那种经历过文革越战、善于在官场上盘算得失的老将不同这群新生代的军官不仅没有历史包袱，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西方的强大，而是东升西降的历史必然。对于这批新进的将领而言，收复台湾、统一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才是他们入伍从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动员，他们自己就是最激进的战狼。未来在中南海的会议上，将不会再有还需要准备、美军介入风险太大这样的犹豫声音，取而代之的将是请主席放心、请人民放心、坚决完成任务这样的誓言。这样的人事变动也会带来2个直接的后果。第一呢，指挥链条的绝对垂直。随着军委副主席职位的变动，军队和决策机制从利益平衡导向转向了政治监察和执行导向，所有的资源、情报、指挥权都将前所未有的集中，确保在发动攻击时，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第二点呢，提升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通过清洗腐败分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提拔那些懂技术、敢打仗的年轻军官。这支经过洗礼的人民军队，在执行命令的坚决程度上将远超以往。如果说内部整训是为了战争机器加满了油，那么外部环境的巨变，尤其是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一年，则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构建了严密的盟友网络美日韩戴维营峰会、核潜艇的协议、强化的北约，试图编织一张令中国窒息的包围网。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策略虽然在技术封锁上造成了麻烦，但是在地缘政治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遏制。欧美内部因为经济问题、关键资源短缺以及社会文化，也就是 GDP 群体那种事嘛，反而自身难保。2025年后的美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优先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收缩和交易主义。在特朗普的认知中，台湾不再是需要捍卫的民主灯塔了，而是一个抢走了美国芯片生意的商业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个应该像买保险一样支付保护费的富人。这种认知的转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首先，干预的意愿呢就降到了冰点。美国目前自身的经济问题迫使不得不收缩防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愿意为他国流血，这意味着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意愿降到了1950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央可能会研判，攻打台湾引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其实几乎就没有了。其次呢，中美存在大交易的可能性，在特朗普的治下，战争逻辑可能转化为生意的逻辑。我们可以通过承诺买一些美债，或者向美国开放部分市场，
或者在台积电产能转移问题上做出让步，来换取美国在第一岛链利益上的出让。对于急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谈的选项。再次，由于远东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不再坚定地提供安全承诺，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的立场就会发生动摇，他们不敢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对抗中国，这就为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封锁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空间啊！基于上述内外部形势的分析，我们呢可以对未来解放台湾的方案进行一种全新的前瞻啊。过去呢，外部普遍认为攻台必须要进行登陆和巷战，伴随着一定的伤亡和不确定性嘛。但随着外部介入的可能性降低，以及解放军内部整训的完成，中央的选择将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且低成本。美国无力直接干预，解放军完全不必急于发动两栖登陆啊，只要利用强大的海空力量对台湾实施全方位的封锁。这种封锁呢，可能是军事上的隔离啊，切断能源和粮食的输入，也可能是针对特定港口的管控。台湾作为一个外向型海岛经济体，能源储备有限，面对这种窒息的战术，其抵抗意志将迅速被瓦解掉。同时，火箭军将承担起定点清除的重任，利用高超音速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对台湾的指挥中枢、雷达站、防空阵地实施非接触性的毁灭打击。这种打击旨在瘫痪台湾的防御神经，而不是消灭其有生的力量。接着配合军事压力呢，通过认知战和情报渗透，瓦解台湾内部的抵抗信心。一旦外部的援助希望彻底破灭呢，内部的防御体系就立刻瘫痪掉了。渗透诱降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啊！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也为解放军提供了操作样板，而且我们解决的是内政问题哦，完全不存在破坏国际法的隐患。对于唯一可能介入的日本，解放军将根据台湾方向的实践经验呢，进行针对性的战役设定，利用导弹优势呢，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高压威慑，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好了，本期视频的内容也就差不多了。现在统一大势已经不可避免。对于每一个关注台海命运的人来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我是武仁，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什么意见，欢迎在留言区与我讨论，我们下期再见。